当你走在大街上，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招牌。当然，制作这样的广告牌并非店家的本意。如果你带孩子逛商场，可能会看到这样的玩具。去别人家做客，对方家里可能是这样的装修。走在路边，可能会听到一些司机开着窗，听着这样的音乐。在某些地区的婚礼上，你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。以上这些有错吗？当然没错啊，都是个人自由。但是至少在审美上是有欠缺的。审美无贵贱，但是审美有高低。吃喝拉撒决定了一个人生活水平的下限，而审美决定了一个人生活水平的上限。我们辛辛苦苦上班赚钱是为了什么？很简单啊，过上更美好的生活。我们为了生活忙碌奔波，难免会变得庸俗麻木。可生活不该是这样的，生活应该是优雅的、鲜活的，是有自己的坚守的。当一个人能够发现美、观察美、体验美，与美好的事物相伴互动的时候，才能感受到一种更高级的免俗的快乐。美其实有迹可循。100年之前，中国泰斗级的学者、美学大师朱光潜专门为大众写下了一本关于美的书《谈美》。这本书畅销了近100年，是美学的入门之书，也是美学界教科书级的存在。在这本书里面，朱光潜将带领我们欣赏一首首缠绵悱恻的名诗，一幅幅举世闻名的画作，还有一片片沁人心脾的风景。即便身在世俗当中，我们也可以活得不市侩。就像这本书封面所写，教会你既世俗又免俗的生活态度。尼采说，艺术的最高任务是帮助我们摆脱对黑夜的恐惧，使我们不再为自发的行为而感到痛苦。我想，领略艺术之美，就有尼采说的这种效果，驱散生活当中的阴霾。叔本华说，人摆脱无聊和痛苦的办法之一就是艺术审美。歌德又说，除了艺术之外，没有更妥善的逃世之方，而要与世界联系，也没有一种方法比艺术更好。这本书文字亲切流畅，充满真知灼见，它将引导读者走一条简洁不绕弯的美学之路。这本书还首度收录了朱光潜对康德、黑格尔等哲学名家的深入解读，诚意满满。朱光潜先生只想做一件事情，让读者过上一种免俗的生活。即便我们不是艺术家，我们也可以过上艺术的生活。